这是你们的车，是我临时征用了。首长，这部队的车。我知道啊，这是军车。我的意思是，这车是部队提供给我们训练的，您要开走了，我没法交代啊。眼前这4个被淘汰的猎人正在开心地打着扑克牌，可抬眼却看见一位女首长迎面走来，4个人心里一紧，赶紧丢掉手里的牌，手忙脚乱地站起来敬礼。唐心怡扫了一眼4人狼狈的样子，便质问他们为什么出现在这里。4人只能老实回答说明情况。不是搞防狼对抗吗？我们4个挂了，按照规定只能让你带上。唐心怡听完，嘴角却露出了一丝不屑的笑容。红细胞，也不过如此嘛。看来他是忘了自己也曾经在演习中被别人脱了衣服绑在床上的窘迫时刻了。2个人走了半天的山路，正累得不行，看见旁边的军车，便打算借来用用，可是却遭到了几人的拒绝。可唐心怡根本不在乎这些，仗着官大一级压死人，他直接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座。没关系，我会和你们参谋长说的。可等他准备发动汽车的时候，才发现不对劲，连续拧了几次钥匙都没有打着火。一旁的士兵看着这一幕，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唐心怡眼珠一转，便猜到了事情的原委，他也懒得计较，只能灰溜溜的下车。行了，下车吧。怎么着？人家不想借，我们也别赖着了。果不其然，等唐心怡他们走远后，4人则是露出了一脸的坏笑。你小子行啊，手真快，什么时候搞起来的？不能说绝活。而小助理还在好奇为什么车子会突然坏掉，唐心怡则是笑着跟他解释了原因。没坏，是他们使坏。使坏？对啊，不想借呗，怕装备损坏没法交差。2人沿着路边走了一段，没多远又发现另一辆军车，并且四周空无一人。我们把它开走。小助理跟在后面小声提醒，这样会不会不妥？可唐心怡却理直气壮地说起了自己的歪理。这是在特种部队机器手对抗的演习中，他们把车丢了，要处分也是处分他们，跟我没有关系。就这样，2人成功开上了汽车，而远处还在潜伏的2个猎人听见动静，才发现车已经被人开走了。谁把咱的车给开走？唐心怡熟练地挂上档，顺手打开车内的音乐。有品位啊，德国战车，我喜欢。我的妈！唢呐一响黄金万两，在音乐这方面，小编也不得不承认，唐心怡还是有品位的。就这样，唐心怡带着小助理一路向前开去，可是由于山林茂密，很快2人就迷了路。没多久，天色便黑了下来，无奈的2人只能选择在车里过夜。然而胆小的助理却对这个提议表示拒绝。什么意思啊？在这儿等天亮？那还能怎么着？不是我的意思说，咱们怎么过夜啊？可唐心怡却丝毫不担心。看样，军事游戏办要增添野外生存训练了。与此同时，废弃工厂这边，猎人与猎物的游戏还在进行着。王彦兵等人计划等到黎明破晓时分再发起进攻，因为这个时候人是最困的。天亮后，唐心怡喊醒了沉睡中的小助理，2人为了绕出去，只能继续向前开。而这边的猎人也决定发起进攻，他们借助烟雾弹的掩护，成功将王彦兵送进了厂区内。